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这一次，陈晓底裤被扒光，赵丽颖当初的话，终于有人信了。每当狗子们放出所谓的预告，实际上他们所追求的总是那份引人注目的独家爆料，就像是酝酿已久的大新闻终将要被揭示出来一样。在这次引人注目的大动作中，两位备受瞩目的国民级人物意外地走到了一起，他们分别是陈晓和陈妍希，两位都拥有着广泛的知名度和深厚的粉丝基础。扒在深情中难守，未能跨越期在考验，只能从纷繁复杂的爆料中拼凑出过往的点滴线索。在去年的岁末之际，陈晓做出了一个震惊的决定，那就是提出了离婚，即便这意味着他将放弃所有的财产，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。这样的坚定和决绝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竟连嗅觉敏锐的狗子们也没有探得一二。深入剖析每一个细微之处，不难发现，其中都透露出陈晓的影子。自从他坚决地提出离婚的那一刻起，他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曾经的家。他以一种决绝的方式更换了联系方式，并将陈妍希无情地拉入了黑名单。他的这一系列举动透露出他对过去的彻底断绝和对未来的冷漠决绝。经过细致审视狗子披露的所有重磅信息，不禁让人产生了一种以女性为主观的视角。这种视角似乎呈现出一种破釜沉舟的态势，将所有指责和焦点都集中在了男方身上，而女方自己则似乎在这场风波中保持了一种清白无辜的姿态。在信息爆出的瞬间，紧随其后的是一连串精心准备的公告，这背后实际上是一场不见硝烟的舆论斗争。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，然而在这平静的背后，实则是各方利用微妙而隐蔽的方式，如同用钝刀悄然切割，无声无息地展开较量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陈妍希更多地聚焦于家庭与孩子。她在某次采访中曾真实地分享，陈晓在她眼中，婚前与婚后展现出了不同的面貌。在适当的时刻，一场令人瞩目的双人采访画面被公之于众，而陈妍希在其中展现出了她一贯的优雅与得体，将体面二字诠释得淋漓尽致。陈晓此刻显得异常冷淡，他的表情仿佛被阴霾笼罩，眼神中失去了往日的光彩，那种情感的变化犹如昼夜更迭，爱与不爱的界限在此刻显得如此清晰。提及那场曾令人心动的婚纱之吻，陈妍希在后来的谈话中坦率地揭示，那并非捕捉到的浪漫瞬间，而是经过精心策划与设计的摆拍瞬间。他的直率让我们看到了这幕美好背后的真实故事。在陈晓这边，尽管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，但陈妍希在观众心中的好感度却似乎如薄冰般脆弱，一触即化。由于与生俱来的身份背景，往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。更令人惊异的是，在那清纯无邪的面容之下，竟隐藏着如报刊般错综复杂的情感历程。人们口中的那些所谓绯闻，多年来都如同捕风捉影般，未曾有过确凿的证据。在吴君如早年主持的节目中，他曾以独特的方式畅所欲言，而陈妍希则在一旁静静陪伴。这样的互动仿佛是为了增添节目的趣味性和看点，营造出一种别样的节目氛围。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悄然隐匿的陈晓，难道就真的无懈可击，毫无瑕疵吗？若是有人知晓他与赵丽颖之间的那段往事，恐怕心中的那份美好幻想会瞬间破灭。经过3次紧密的合作，两位主角之间那种微妙而难以言喻的默契与互动，就像一缕缕温暖的阳光，悄然间照进了观众的心房，激起了人们对这对 CP 深深的喜爱和关注。在宫锁珠帘的画卷中，她犹如一位高贵而俊美的皇室明珠，熠熠生辉，而他则是民间飘零的柳巷之花，
风华绝代。在重重封建礼数的束缚之下，他们依然坚守着那份从内心深处萌发的真挚爱情。在那剧情的绚烂光影中，他们彼此间的甜蜜仿佛如蜜糖般流淌。然而初次相遇于现实，却仿佛两股逆风相遇，相互抵触。初见的隔阂与误解犹如一颗种子，悄然在故事的开篇生根发芽。他对于他的矜持和内向感到有些不悦，认为他过于冷淡，不善于交流，而他则觉得他的幽默感欠缺，总是以夸张的方式表达不满，一旦情绪不佳就会大吵大闹。这种相处模式似乎带有几分欢喜冤家的独特韵味。重逢之际，他们的身影再度交织在《陆贞传奇》的荧幕上。他如剑眉星目般英挺，正是那令人敬畏的长广王殿下高湛，而他以不输男子的坚韧与果敢，展现出独一无二的女香风采。她就是陆贞。在一段坚如磐石的爱情里，他们总是充满了激烈的争论，如同在满地的碎玻璃中寻找那难以捉摸的甜蜜。即便道路坎坷，他们也愿意在挑战中寻觅属于彼此的温柔瞬间。在那微不足道的一撮糖里，隐藏着出人意料的甜美。每一次轻声细语的交谈，都仿佛是内心真挚情感的流露，甜得让人陶醉。在剧集热播之际，各类跨越界限的互动方式，无不激发了 CP 粉丝们的热烈喜悦。这种无拘无束的呈现，使得粉丝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与满足。那种超越常规界限的紧张与吸引力，宛如一对情深意切的恋人，充满了无法抗拒的磁力。在宫锁沉香的故事中，那份情感被误读为了爱情，然而它实际上只是一段错误的情感寄托。在剧情的铺陈下，赵丽颖所诠释的琉璃以假名身份涉足其中，因而与陈晓演绎的印象产生了一段短暂的纠葛。这段情感之中，恨意深重，远远超过了爱的分量，使得整个故事充满了令人心痛的悲情色彩。在剧中，角色们历经重重磨难，然而戏外却如同置身蜜糖之中，两人并肩走上红毯，紧握的双手不曾松开，仿佛将剧中的纠葛与情感延伸到了现实。而这般亲密的场景，不禁让人忽视了站在他们身旁，本应成为焦点的正牌女主角周冬雨。在娱乐圈这片错综复杂的迷雾中，真实与虚假交织难辨。关于陈赵二人之间的过往，虽然没有明确的答案，但那份神秘感犹如一部未解的悬疑剧，成为了娱乐圈中的一大谜团，引人无尽遐想。在探寻答案的旅程中，若你决定深入探索那些古老的视频资料，相信心中那份疑惑终将会在这些珍藏的影像中找到解答。在这次的访谈中，主持人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提问，询问他们两人目前的感情状态是否已正式确立。陈赵在面对简短的问题时，仿佛被一道无形的重击击中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。赵丽颖转过头来，眼中带着一丝急切和破碎的期待，她轻声催促道：“你倒是说句话啊！”陈晓在犹豫中终于开口，声音带着几分模糊和不确定：“现在，我想我们还是先保密吧。”他的言辞虽然没有明确的澄清或否认，但那份模糊的回答已然是给了大家一个明确的暗示。一旦长时间的隐秘与掩盖，往往容易酝酿出宛如修罗场般的复杂纷扰。在直播画面中，陈晓与袁姗姗意外连线，似乎误以为是私密的交流空间，从而放下了所有的顾忌。在这样一个不设防的瞬间，他竟然脱口而出"怕喜欢上你"这样的直白话语，令在场众人无不感到震惊和意外。在那一刹那，赵丽颖迅速恢复了清醒的头脑，她机智地接过话题，成功地化解了现场的尴尬局面。此举意在有效遏制袁某的激烈言辞，同时强烈地宣示了自身的主权，可谓明智之举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这却引来了某些好事之徒的恶意攻击。
给她贴上了无理和素质低下的标签。那段时间的艰辛与煎熬，她默默承受，属实不易。在快本的录制现场，陈赵二人无疑是全场的瞩目焦点。摄影师的镜头巧妙捕捉到了他们之间那份体贴入微的互动，其中一幕便是陈某细心地为赵某喂虾，展现了他们之间的亲密与和谐。面对连续的询问，他并未选择逃避，而是悠然地述说着那如革命般漫长而坚定的友谊历程。这份深厚的情感，需要我们用心去呵护，去珍视。每当提及，那眼中的光彩仿佛星辰闪烁，只为赵而璀璨，脸上洋溢着春风般的温柔与深情，仿佛整个心都被爱意填满。语调中透露出的柔和与愉悦，加上快乐家族在一旁的默契与共鸣，一切显得如此真实，恍若真境。在深邃的镜头之下，那些不为人知的瞬间被狗子精准捕捉，仿佛在繁忙的拍摄间隙，他们总能找到片刻的宁静，悄然牵手，耳鬓厮磨，倾诉着彼此的心声。观察细致之处，赵的指尖在陈宽厚的手心中悄然划过，宛如轻柔的旋律在空气中流转。他耐心地倾听着，不时地以点头回应。两人之间的距离似乎已超越了普通的界限，散发出一种仿佛热恋中情侣般的微妙氛围。若坚持称之为纯粹的友谊，那么真正的界限又该如何界定呢？当提及赵丽颖，陈晓总是会在镜头前展露出一种独特的愉悦，他眼中的笑意仿佛蕴含着深深的欣赏与倾慕。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赵丽颖的喜欢，坦言她正是他心中那种很有感觉的类型。他承认自己对她的情感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友谊，有着深深的好感，甚至坦言他对她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。在一旁静静观望的于正，脸上露出了极为惊喜的神色，仿佛正在目睹一出意外的好戏。陈赵之间的三度携手，背后有一位深思熟虑的推手，那便是于正。他犹如一位洞察秋毫的智者，对于这其中的曲折与纠葛，他有着最为清晰的认知。在网络的喧嚣之中，我不经意间泄露了一段心事，那是一段我曾洋洋洒洒描绘的剧本梗概，它源于生活的真实片段。两位年轻人在戏剧的舞台上相识，情感悄然滋生，然而命运却让他们未及告别便各奔东西。岁月流转，他们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。在网友深入挖掘的过程中，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关键信息，这些细节竟然与陈赵两人的密文惊人的吻合，令人不禁为之震惊。正当观众们沉浸在甜蜜的氛围中，热烈地期待着接下来的甜蜜瞬间，陈晓却出人意料地改变了态度，仿佛从一片温暖的阳光下突然步入了冰冷的阴霾之中。对于这一连串的指责和猜测，当事人坚决否认了所有真实性的说法，将其轻描淡写地解释为一场炒作。那些被旁观者所见的温馨、亲密的瞬间，仅仅是友情深厚的体现，而非其他。他们全盘否定了过去的种种传闻，仿佛是在展示一种被形势所迫的无奈与委屈。在谈及那些流传甚广的心灵箴言时，我不禁要提及一句我认为颇为夸张且有些脱离实际的所谓心灵鸡汤。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体验？当听到某些过于理想化，似乎能轻易解决人生困惑的言论时，内心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丝丝的疑惑和无奈。那就是我所认为的最扯的心灵鸡汤。陈晓直言不讳地提及《大话西游》中的那句广为人知的独白：我心中的那位是个能够独当一面的英雄，梦想他能踩着七彩斑斓的祥云来迎娶我，其魅力令人着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赵丽颖曾巧妙地借用了一句深情的情话来表达她的心情，这句经典之语被她巧妙地融入了自己的情感表达之中。与陈晓那种直来直去、情感表露无遗的个性相比，赵丽颖则显得更为内敛和谨慎。她似乎秉持着一种心事如少女、
深藏不露的哲学，将自己的情感与思绪巧妙地隐藏于日常举止之中。当记者提及陈晓那番"我喜欢你"的公开示爱时，赵丽颖淡然一笑，斩钉截铁地表示："我认为那样的告白绝非出自他之口。"在稍作犹豫后的接受里，我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回应道："他情绪饱满，这是陈晓传达出的对我的喜欢，而非我主动表达。对于他的看法，我倾向于保持一种随和的态度，即他愿意如何表达就如何表达，我不愿直接给予明确的立场。这些繁琐的纠葛，就让男方去妥善处理吧。"赵丽颖的言辞如滴水穿石，不显山露水，却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思考。她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，蕴含着大量的信息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在评价某人时，似乎有某种隐晦的指向，指出他性格中的某些特质。他表现出一种纠结与不够果决的态度，形式上显得有些犹豫不决。对于内部事务，他总是能够提出许多见解和主张，然而在面对外部挑战时，却显得较为回避和缺乏决断力，这也让人质疑他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。在情感的世界里，赵丽颖的身影如同雾中的月，若隐若现，留下了许多关于暗恋的遐想。而陈妍希的爱情故事则如烈火燎原，她与伴侣的婚恋历程充满了轰轰烈烈的色彩。这两段情感经历，无论是隐秘还是张扬，都各自散发着独特的光芒。陈晓总是能巧妙地逃离现场，在情投意合时如同珍宝般呵护，然而一旦感情冷却，便如遗弃物般将其置于角落，只留女方独自承受舆论的风暴。在历经风雨的洗礼后，赵丽颖展现出了更为坚韧的力量，让我们一同期待她这次将如何完美收尾。在此刻，我们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，标志着一段旅程的结束，同时也预示着新的起点即将开启。我们称之为 end， 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汇，更是对过去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。